今天俊谷是来到了重庆的丰都县这个地方啊，比较特别啊，叫做丰都鬼城，这也是中国的唯一一座鬼城啊，也是长江边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我们来看一下这座牌坊啊，上面呢是有2块牌匾，鬼城天下名山，下面呢还有一副对联哦，写着下教世上士，沉魂北丰都。这首诗的意思啊，就是可笑天下的人啊，为了名利勾心斗角。人死之后啊，还是要乖乖来到丰都鬼城报到。在鬼城牌坊的前面呢，就是长江了。可以看到今天的长江水呢是比较浑浊啊，因为这2天呢是下了雨，而且今天呢雾气特别大，在远处啊还停泊着非常多的游轮。过了牌坊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尊塑像哦，叫做白无常。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黑无常哦。黑白无常呢，就是勾魂使者。当他们来了之后呢，就必须得跟他们走了。上面呢还写着“你也来了”4个字，迟早都会来的。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大门。丰都鬼城啊，就是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哦。其实这座山呢是不高的，但是他们呢依然是有索道可以坐。索道往返呢是35块钱。因为我呢是要边走边拍，所以呢我就选择步行上山了。今天是阴天，所以走在这个林荫小道里面呢，显得有点昏暗。这里有一棵超大的古树，这棵树啊是叫做黄葛树。往这个方向走啊，就是哼哈祠山小亭。突然间下起了很大雨啊，我需要在这个亭子里啊先休息一下。下雨天真的是非常凉快。丰都鬼城又称为幽都、鬼国金都、中国神曲之乡。这一处特别的景点位于重庆市下游丰都县的长江北岸，是长江邮轮旅客的一个观光胜地。鬼城以各种阴曹地府的建筑而闻名。鬼城内有哼哈祠、天子殿、奈何桥、黄泉路、望乡台等多座表现阴间的建筑。古代还被称为八子别都，是一座起源于汉代的历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现在雨啊小了一点了，可以继续往前走。这一座就是哼哈祠了，哼哈二将。在《封神榜》里面呢，就出现过这2个人物。缆车就是在这后面，可以看到啊，行驶的速度相当的缓慢哦。这里有一条阶梯小道哦，小道的2旁呢是种着非常多根的榕树，而且呢在树上还挂着很多红色的灯笼。假如说是在晚上啊，这些灯笼亮着的话呢，你敢不敢在这里走过？可以想象一下哦。大家一听到鬼这个字，就会联想到很恐怖的画面，很多人会谈鬼色变，是大家敬而远之的东西。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会形成一座鬼城呢？这里有4种说法。一是道教之说，在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了五斗米教，吸收了不少巫术，成为后来的鬼教。公元198年，他的孙子张鲁在丰都设立道教平都制，这里逐渐成为了道教的传教中心。后来道教又称这座山为罗峰山，说它是北阴大帝治理的鬼都。这位北阴大帝是道教的第7级中心神，专管地狱。二是鬼帝吐蕃之说，当人类社会还处在上古时代的时候，由于科学不发达，在遇到一些大自然现象的时候，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认为这一切都是鬼神在主宰。东周时，丰都曾为八子别都，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习俗相互渗透，于是产生了一个共同信仰的宗教神吐蕃，这就是第1代鬼帝。这位鬼帝就住在幽都，至今丰都还留有幽都的遗迹。三是佛教阎罗王之说，阎罗王本是梵文的音译，原为古印度神话里管理阴间之王。佛教沿用此说法，称为管理地狱的魔王。传说他手下有18个判官，分管18层地狱。据一切金音译称，阎罗王即平等王，他能平等治罪。四是阴王成仙之说，这是丰都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早在公元270年左右，晋人葛洪在他的《神仙传》中就有关阴王成仙的说法。传说在汉朝的时候，有2位方士，一位叫殷长生，是刘昭皇后的曾祖父；一位叫王方平，官至朝中散大夫。他们因不满社会现状，双双先后来到丰都修炼，于魏青龙初年成仙而去。后来到了唐朝，人们把他们2个的名字简化并连读成殷王，即阴间之王。
加上后来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刻意渲染，历代文人官吏通过小说、诗词、游记和碑文的描述，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等。因此，一个比较全面的鬼城就在丰都形成了。它从虚幻到实物，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将佛教、道教、儒家学说以及中国鬼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将民间神话传说与现实结合起来，将建筑、雕塑、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才形成闻名天下的鬼城文化。突然间呢，刮起了风，凉飕飕的。前面这座啊，就是报恩殿了。前面就是鬼城重要的景点之一了，奈何桥。现在呢，还看到有很多游客啊，正在排着队过中间这座奈何桥。再洗出来，如果你们喜欢，照片可以买回去做纪念；不喜欢不要也没关系。好，走到这里去迎一下这里。好，慢一点啊。然后到那边。现在在我们前面呢是有3座桥，中间这一座呢才是奈何桥，左手边这一座啊是叫做银桥，右手边这一座呢是金桥。那么我们等一下过去的时候呢，就走中间的奈何桥。金桥和银桥啊是回来的时候走的，所以呢金桥和银桥啊也叫做环阳桥。奈何桥，奈何是梵文音译，意思是地狱。此桥建于明永乐年间，桥长7.2米，高3.95米，桥面宽2.5米。桥下有一个方池子，叫做雪河池。《西游记》里对雪河池有这样的描述：时有鬼哭与狼嚎，雪水浑泼万丈高，无数牛头与马面，狰狞把守奈何桥。奈何桥是连接阴间与阳间、审视罪恶与善良、宣制生存与死亡的世金桥。民间传说100年之后的亡魂都要过奈何桥，善者有神佛护佑顺利过桥，恶者则被鬼族打入雪河池受罪。现在从奈何桥走过，男士呢一定要第一步跨左脚，女士呢跨右脚，而且呢上来之后啊，一定要单数过这个桥面。现在是第一步，2步。3步、4步、5步、6步、7步、8步、9步，过来了。我觉得奈何桥这个名字啊，非常的贴切。奈何奈何，无可奈何。因为人生啊，多少呢会遇到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情。可以看到这座奈何桥啊，确实是非常有历史了，上面的围栏啊都已经开裂了。过了奈何桥之后啊，这里有一个喝孟婆汤的地方哦。其实呢是卖饮料的，只是呢现在没有做生意。喝了孟婆汤之后啊，就相当于是忘记了前生的记忆了。在廖阳殿的旁边呢，是有一条梯子，叫做33重天。每一个阶梯啊，就是1重天了。这块碑叫做为善成和碑，这种书法形式非常巧妙。中间的口字是4个字共用的，左边是为，上边是善，下面是成，右边是和，4个字连起来便是为善成和。碑文将这4个字一笔绘就，构思极其巧妙，意在劝人与人善行相待，恶有恶报。鬼门关事件于汉代是传说中划分阴阳的分界线，传说人死后到地府发落，必经这座森严的关口。
门的两旁还有16鬼王和把门的小鬼看守，在此盘查过往的亡魂。在世为善的亡魂携带路引便能顺利通过，而在世作恶的亡魂则会苛刻盘查，验明身份后押往十殿受审，再打入地狱受刑。这个是叫做淘气鬼，这个是食肉鬼，这个叫玉色鬼。这里放着一本书，还有笔墨。这个呢是财鬼，鬼门关，反过来读啊，叫关门鬼。我们还是含笑出门。红尘生涯原是梦，幽冥黄泉亦非真。黄泉路，黄泉又称为九泉，九泉之下表示极深，即所谓黄泉。这个典故源自东周列国里郑庄绝地见母的故事。黄泉路也成为通往阴曹地府的必经之路。在黄泉路的尽头有一块碑，叫劝诫碑，以此劝诫人们多行善事，以孝为先，以人为善，不做恶事。望乡台这座建筑始建于西晋时期，1985年复建，高有20米。望乡台原来是指古代久戍不归或者流落他乡的人为眺望故乡而登临的高台，后来演化成神话传说中人死后眺望家乡和亲人告别的地方。到了望乡台，人生路就已经走到尽头了。望乡台的旁边是天子殿，天子殿就是阎王殿，是丰都鬼城里面历史最悠久的建筑，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天子殿原名叫乾竹殿，历朝历代对它多次改名，到明朝才改为阎王殿。看后面牌匾有2个字“幽都”，其实这个天子殿啊，就是阎王殿了。现存的天子殿是清康熙3年，也就是公元1663年重修的，距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进来看一看阎王长什么样子。这个门槛呢，起码有50厘米高。乾坤一气，死亡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事情，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将会在哪一天结束，但迟早都会来临。虽然丰都鬼城里面的种种建筑都是属于封建迷信的范畴，但是到生命要结束的那一天，你或许也希望这一切是真的。逛完丰都鬼城，让我体验了一次人死之后将会经历的全过程，这让我更加意识到人生在世的时光是极其有限的，我们要利用好这有限的时光，尽一切可能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要活得健康，善待他人，善待自己。等到那一天终将来临的时候，我也会不留遗憾，安详地离去。